将那身着成衣女子找来。是。二位女郎，请留步。女郎果然花容月貌，气质不俗，怪不得呀。我家郎君在酒坊遥遥见到女郎一面，心中牵挂，于是令我等前来相邀，还望女郎随我前去见过我家郎君。明白了，这是遇见了登徒子，登徒子派人强抢民女啊！不得无礼。我家郎君并无冒犯之意，只想请女郎移步莺燕阁一叙。你家郎君可是司马娇？大胆！岂可是呼郎君名讳？你怎么知道？莺燕阁，好你个司马娇！别冲动，我怎么能不冲动？他不光嫔妃多，逛花楼，出门看见漂亮女郎还派人强抢。你刚刚不是说她变成什么样你都不在乎，只要她好好活着吗？不行了，我忽然之间标准提高了。好了好了，既然现在人已经找到，那我就先回雁城了，剩下的事情靠你自己了。你回去就说我修行闭关了。正式就有劳我家国师代理了。麻烦您带路吧。请。人找到了。是。我们见过。这已是初见，不过这清澈的眼神，柔和的线条，还有嫩得快夹住水的脸蛋，这就是传说中19岁的弟弟吗？你人间的东西这么好吃吗？人间？你想说你不是人啊？你可以把我理解成仙女。你以为凭这种说辞就能引诱孤老？要怎么引诱你才会上钩呢？大胆！准备一下，孤要带他回宫。孤在我心跳如此之快，难道就这样被他引诱了？你还有多少伤？这儿，还有这儿，好多伤。方才是我处理的太轻了。如果知道那些东西这样伤你，就应该让他们死得惨一点。好啦，别生气了，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脱险了。今天的事情，让你害怕了没？不怕。都
都这样了还不怕？那我应该说害怕吗？你看，你的伤口愈合的还不错。可是我还有好多内伤呢。其实，还有一种方式，可以让你的伤势恢复得更快，就像当初你治好我那样。哦，你说的神教啊？不止这些。你在做什么？我要被烧死！这就是我日日夜夜在承受的灼烧之痛。你不用怕，有我在这里，以后不会有任何人能伤你。这样的疼痛也不会再有。你若是疼痛难忍，可以向我倾诉，不需忍着。下一次若再像这般受伤，我就杀了你。让你也舍不得。你的智力告诉我，你心疼我。
醒了？嗯。可有好一点？哎呦，哎呦，我头好痛。哪里？我脖子也好痛，肩膀。肩膀。逗你玩的。这是哪儿啊？风花城。你现在是这城的城主，施玉香。施家。嗯。我们现在打入敌人内部了。风花城在庚辰仙府外府，施玉香虽然是施氏一族的人，但她不受重视。可是她看起来过得应该挺逍遥快活的呀。施玉香向来嚣张跋扈，建了一座风花城，外面的人都把风花城叫做风月城。你给我找这么一厉害角色，还真是难到我了。娇娇如此能屈能伸，那我岂能辜负了你的一番心意？胆子大了。这不是个储物法宝吗？怎么成防御灵器了？你亲手炼制的啊？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到底有多少层防御禁制啊？数完了吗？不数了，这么多肯定用不上。总会有像上次那般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。我思来想去，还是炼制防御法器最为妥当，能在危险面前保你无虞。最近肯定不会啦。你很快就能用上。为什么？你这人怎么说话说一半啊？你让我睡不着，司马娇。我也没做亏心事啊，怎么心里这么慌啊？娇娇，这里有问题。娇娇，哎呦，我心里真的很慌。以前打雷我心里也不这样的。你很快就要突破炼虚期了，所以会有雷劫。啊！难怪我最近如此烦躁。原来你送我防御法器，是害怕我被雷劈死。我不会成为第一个被雷劈死的化身修者吧？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行行行，你最厉害了。要不这段时间你还是别碰我了，我还没有准备好渡雷劫。你别摸我！
现在就去渡雷劫。我们到了。好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选石玉香吗？你想当我的小白脸？他也是化神期修者，就快突破了。这么巧啊！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这雷鸣山谷从前是司马氏一族所有，可助渡劫。但如今，只有失势之人，才能享此优待。那这就是你给我找的保护罩啦。你自己进去吧。哦。真让我一个人啊！作为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考试人才，最出色的就是心理素质了。放松。按照我的资质跟灵根，从化神期到炼虚期一般是4、9天劫。雷鸣山谷能削弱雷，我有娇娇给我的超强防御法器。还有这么一身修为挡着，不就36道雷吗？肯定没问题的。这么快啊！这雷的架势是要把我劈个灰飞烟灭啊！这不是4、9天劫，这是9、9天劫啊！不是说只有即将飞升成神的大成修者，才会有9、9天劫的吗？我一个化神期，何德何能啊！这雷哪里是渡劫啊？明明是想劈死我！我不会成为第一个被雷劈死的化身修者吧？如果我在这儿被劈成了碎渣，那人的脸一定被打得很痛。还是再挣扎一下吧。
你安静坐好，不会有事。不是让你好好坐着吗？怎么不听话？司马交，我心跳好快，不知道是刚才雷劫阵势太大，让我心有余悸，还是此刻的你太让人心动。你能不能好好谈恋爱了？这么大的动静，会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？在这里渡雷劫，外面不会引起异响。如果好好照顾，就算你伤口恢复得慢，应该也能在10天内痊愈。这是特地为我准备的。对啊，谁让你是我的小白脸？我不想包扎，麻烦。不，刚上过药，不包扎的话，伤口很容易裂开，就包1天，包1天好不好？等伤口稍微长好一点，我们再拆，啊？哎，求求你了，我真的好担心呐。就包着嘛，我都用了你给我的璎珞项圈了，你也知道这是我的心意，你要是不用的话，岂不是白费了？求求你了。
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在撒娇啊？那你看出来了有什么用？还不是挺受用的。如果换了别人，那么高的修为，受这样的伤，吃点灵丹很快就能好。可司马娇却不能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不会比你先死。司马娇，你知不知道你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血凝花的香味，气息像是从血液里溢出来的。是吗？这个世界上，是不是只有我才能闻到你的味道？你特地找到这里，又特意给我炼制了那么厉害的防御法器，是不是一早就知道这次雷劫不会那么简单？对，因为你的身上有我的气息。天道气运，容不下我司马氏。他想杀我，你身上沾染着我的气息，所以才会引来这久久雷劫。我本来想趁你在渡劫的时候离你远些，或许你能侥幸避过。无奈这上天，连我的气息也不愿放过。这天道怎么那么可恶？还要祸及全家。怕了？怕我连累你？我当然不怕。但渡雷劫好麻烦的，我的修为还是不能长得太快。怎么会这样？我知道我杀人了，我错了，能不能别这样对我？太吓人了，能不能别让我一遍遍想起来了？不行，我要去做点别的事情，转移一下注意力。总之，我不想杀人，现在我也不想看见你。那你何时会想见我？周围没有他的气息，难道他走了？
师祖，他去哪里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庭院让我不要跟着他，他只说要把雷鸣山谷抓来的隐生虫派上用场。闻起来这么香，我却一点都吃不下。司马教，我之前在一本游记里看到说有种隐生虫能够钓飞鱼，我便偷偷收集了它，想着我可以为你钓鱼吃。那便一起尝尝。你以后不能再这样了。因为这样一件事情，一直与我置气吗？如果你对我来说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师祖，我是不敢跟你置气的。可你不是了，你现在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亲近的人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在一起安宁的日子很是珍贵，我不该与你争吵的。这话说的我们好日子不多了一样。自然不是。下午没睡好，困。那便睡吧。庭言，我看到你落泪，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后悔。我以后再也不会逼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。这天下之事，没有一件能让我畏惧。但我现在一想到，你吃不好，也睡不好，我就觉得很可怕。稳住！别害怕，是梦。不是吗？这是我真实见过最恐怖的事情。我曾经在自己的灵府里见过尸山血海，也见过无间地狱。竟不知一个人会因为杀一只畜生
而遭受如此折磨。你拿我的害怕当开眼界了？自然不是。这是什么？枕着这个入睡，凡是做梦，都会是美梦。这么神奇？这个枕头不像看上去那么个人，还挺舒服的。我今晚也进灵府陪你。这是什么香味？像是甜食的味道。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。来，大家一起祝师姐生日快乐！哎，谢谢啊！来，生日快乐！你们干啊，我随意。好，来，天元徒儿，咱们把蛋糕分一下吧。好。哎，拿盘子，拿盘子，拿盘子。这个好。娇娇，快来呀，给你留了蛋糕。天命偏与你缠绵，最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，风月最远。早安，娇娇。做了个好梦吗？开心吗？非常开心。我梦到了师父、师弟们给我庆祝生辰。还有你，我们一块吃了蛋糕。我想到之前跟我家里人在一起的日子。看来这玉枕效果很好啊。这么有用，你为什么自己不用啊？我拥有特殊的能力，所以相对来说，不少的法宝和灵药都对我无用。这只玉枕亦是如此。幸好有我，你等我用这个枕头调节好了心绪，就能继续在我的灵府里休息啦。但是这上面为什么要雕一只野猪啊？野猪？这玉枕上刻的是梦墨，它能识梦。这是传说中的梦墨。区区梦墨，怎么还称得上传说呢？我没见过嘛。那等我归来，我带你去看梦墨。你今天有什么要事要忙吗？没错，去搞事业。我会吩咐念九在这里陪伴你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要踏进内府中心半步。好。这个璎珞项圈不是在渡雷劫的时候坏了吗？怎么还比之前漂亮了？我寻来了雷氏至心炼化塔。以后就算遭遇雷劈，也不会有任何损坏。
我们这才从雷鸣山谷出来没几日，你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练好了，厉害！这件法器可以抵御所有人造成的伤害，即使是你遇到像释千旅那样的高手，就算你躺着，对方用尽全力，也要打半天才能破坏。那破坏之后呢？在那之前，我就会找到你。你也要答应我，不要撕裂了伤口，也不要磕着、碰着，我会心疼的。没人能伤得了我。瞧给这祖宗厉害的！啊？我是说，你最厉害了。你心里不是这样想的。我现在心里很平静，你应该不知道我在想什么。我不用听，我能猜。等我回来。好，我等你。你身上还有另一缕司马氏的血气，是那供养灵火的人让你带我去找他。如此强大的结界，看来那灵火便在里面。血雾阵，用凤山血脉浇灌出的血池。
看门狗。你也要答应我，不要撕裂了伤口，也不要磕着、碰着，我会心疼的。进来。你是何人？娇儿，来，我会告诉你答案。那簇灵火果然在此处。我的娇儿，你终于来了。你是司马氏，我一直在等你。原来你没有死在白鹿崖大火中。看来娥儿还是听了我的话，将灵火与你相融了。你能坚持下来，我很欣慰。我带你出去。不用白费力气了，我在这儿等你，也不是为了要出去。我这残破的身体，也不可能再出去了。我在这儿苟延残喘的等你，就是为了告诉你当年的真相。飞升诅咒，令司马氏人丁愈发凋零，流着珍贵血液的我们，从统领者日渐沦为八大宫的工具。到了我这一代，已全然失去了自由。八大宫为了诞下更为纯粹的凤山血脉供养灵火，逼迫我与你母亲结成夫妻。不久之后，娇儿你便带着最为纯粹的凤山返祖血脉降生于世。看到如此纯粹的血脉，八大宫贪婪欲生，得寸进尺，想让我们诞下更多血脉，遂将我与你母亲封印在白鹿崖。司马一族应寸步不移守护灵火，还请师祖潜心安于白鹿崖中。这和将我们当作囚徒有何区别？你们眼里还有我们这些师祖吗？我本想和凤山灵火融合，以便获得那强大的力量，来终结八大宫的阴谋。然而灵火威力强大，我承受不了那么巨大的痛苦，有一段时间陷入了疯狂。最终，我只能放弃。如此痛苦，你却依旧选择让我来融合灵火。那真的是迫不得已呀！你有着罕见而纯粹的凤山返祖血脉，定能承受灵火，成为破解飞升诅咒的第一人。但融合的过程中，我们便发现，你血脉太过纯正，需以更强盛的灵火与你融合，否则，灵火会在融合过程中被你的至纯血脉吞噬干净。后来，我便和司马一族的族人共同做了个决定。
若我们死得其所，能让焦二成功将灵火融合，那八大宫便再不敢进犯我司马一族。没错，我们愿意为焦二融合灵火。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。司马一族不愿再任人宰割，满足八大宫的贪欲，于是决定共同以血养火，养成那足够强大，能够被你融合之火。然而，血祭一旦开始，我们便发现那灵火仿佛无底洞，100余位族人前赴后继，血祭身亡，却无一人放弃。最终，我们族人用尽了全部的血脉，终养成这世间最强盛的灵火。牺牲全族人的性命，让一个孩童背负如此沉重的命运，该说你们是可怜还是可恨？如若让我们重新选择一次，我们依然会走这条道路。那你又为何会在此处？我怕八大宫发现了我们的计划，我便装疯放火，让他们以为我是发疯放火，杀了所有族人。而为你融合灵火的最后一步，便是需要你母亲为你炼化灵火。我本以为我们的计划便会在这一刻结束。死了，不好，司马恶呢？白鹿崖大火时，施家安插在八大宫中的眼线，发现了奄奄一息的我，于是将我从白鹿崖偷偷带走。原本施家的确是想救我，但我被救出以后，急于想要找到你，让施拥有从我这里获知了破解飞升诅咒的秘密，这引起了他的贪欲。施拥有伙同他的弟子石千旅，从白鹿崖偷走了一小簇即将熄灭的灵火分身，以我的身体作为灯芯供养。同时，施拥有与石千旅暗中打造了白凤山，收集凤山血脉，以血来培养你这簇灵火。没错。既然你到了这儿，那这一切便都该终结了。娇儿，你要记住，我们是凤山一族，凤山一族天生不凡，注定与天地同寿。天地同寿，你看清楚了，如今这司马一族只剩下我一人。只剩下你一人又如何？只要你能活1000年、10000年，只要你不死，凤山一族就永远在，我们一族的辉煌便有重现的那天。只要你把它吞噬了，你的伤势不仅会痊愈，更能让你体内的灵火倍增。除了强大之外，还有一种可能。我在吞噬灵火的过程中，被灵火瞬间燃尽，对吗？你是千万年罕见的凤山返祖血脉，你定能做到我们不曾做到之事。
你能如愿了。不好，太尉者出事了。掌门，叶公主传信，已有廖廷彦下落。速热接入林，将廖廷彦绑去太玄峰，否则他应职工族人都要死。是。我感知到了，太尉山的灵火有异样，恐怕这司马娇已经找到了那里。我先行去查看，你速速通知各国公主前往太玄峰布阵。一旦这司马娇现身于太尉山，我便会利用廖廷彦将他引去太玄峰。到时候，我们各国公主合力将他擒获。是。莫非司马娇这一遭会发生什么意外？呸！哪有自己筑自己道侣的？他那么厉害，能杀他的人恐怕还没出生，哪怕受点小伤，也不会有大事的。要是刘光静还在就好了，也能让娇娇给我报个平安。朱灵，念九。朱灵，念九，廷彦，抓住他！叶公主，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。你究竟是怎么找到我的？这仙界，只有我认得你的极寒痕迹。近日你修为大涨，那痕迹也越来越清晰。那我还得谢谢你，现在才来抓我。掌门有令，若捉不到司马娇，务必要将这个廖廷彦带回去。廷彦，找死！叶公主，你究竟站在哪一边？你一个小小的弟子也敢质疑我？是掌门是让你们监视我，但没有让你们命令我。我做什么决定，无需向你们解释。还是快办正事。带走。走。你们放开他！廷彦，放我出去！朱灵，你快放了廷彦！朱灵。啊！我的灵火！你终于来了！你揉了我的灵火，我们几百年筹划的大计，竟让你得了利！司马娇！你这个卑鄙的、该死的混蛋！过奖了。司马娇伤我女儿，让我饱受痛苦。我要让她也承受此痛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竟然有极强的防御，我就伤不了他。月公主，大敌当前，不要冲动啊！月公主，今日若是谁
想毁了这件捉拿司马交的工具的话，我只能将它视作破坏八公大计之人。叶如莲，你究竟是何居心？哦，你到现在还与廖廷艳惺惺相惜吧？月公主，现在不是谈私仇的时候，我们得干正事啊。日公主说的有道理，各位公主，事不宜迟，摆阵吧。还请立即通知师长们人已带到，让他速速将司马交引至太玄峰。氏一族的血造成的血池，也将毁于司马氏一族的血。石千缕，这只是个开始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听。石氏一族所在的灵山、祭神庙、祖墓，你的掌门太玄峰，都会变成一片火海。从今往后，你们的所有灵山和你们偌大的氏氏，都将不复存在。石千缕，看到自己苦心创造的一切被毁掉，滋味如何？司马交。你一直在策划这件事，你会后悔的。
之前你为了逼迫我，将我的族人逼来此处，我得和他们在一起。啊，小心！这也走不了啊！你以为你赢了，但我告诉你，你带在身边的那个女人也在太玄峰。我们死，她也会陪着我们一起死。你说什么？1000算万算，没有算到你会亲手杀了你最在乎的人吧？此会如何？你狂妄至此，终得报也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！等你回家了。庭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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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庭琰。法宝挡不住我的灵魂。
安和，我们快招架不住了，你速速带人回去做好防御，守护好师祖。念九的你呢？我还得撑一会儿。快走！魔主有赤与他那个国师明离，不久前又攻下了一座城市。要是师祖还不醒来，仙府怕是真要亡了。唉，谁曾想过，风光无限的仙府，如今会沦落到这般下场。要是师祖还醒着就好了。是啊，听说当年师祖是因为师祖娘娘仙韵急火攻心，再加之融合心的灵火出了问题，这才陷入长眠。若是有他在，不知师祖是否会早日醒来。是啊。师祖，庭院，师祖，师祖，老板，司马娇，娇娇，娇娇，娇娇，快来呀！早安，娇娇。我说过，只要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你的神魂一定还在，我一定要找到。公主，前方战事如何？前方阵地已被数百魔兵攻下，很快便要打到这儿来了。数百，加上后背营里的各宫门人，我们的兵力只有数十人。还请公主将剩余兵力全部交于我，我与黑念九一起为仙府死守到底。死守到底！好，我们修仙半生，如今为守护仙府而死，也算死得其所。他们来了，仙府诸位，保护师祖！是。灵火，是师祖。真当我死了？拜见师祖！拜见师祖！师祖，师祖，你醒了。哭什么？师祖，你体内的2团灵火已经彻底融合了吗？庭燕呢？可有他的消息？师祖，
您忘了吗？庭燕的身世碎片根本就没有留下来，他已经不可能脱身了。还有入灵，入灵也是。石家那帮人呢？自从太微山一战之后，石家就几乎全部灭完了。但是我们搜遍了仙府所有的地方，都没有找到石千缕的尸体。我想他一定是隐姓埋名，在仙府某个地方藏了起来。搞出这么大的动静，石千缕肯定待不下去。这屏障的漏洞，便是他逃窜的最好机会。师祖的意思是，去魔域斩草除根。师祖，白竹虽然医术浅薄，但求随师祖一同前往，护师祖康健无虞。师祖，您才刚刚苏醒，就要赶去魔域吗？你有异议？弟子不敢。只是弟子有一事相求。仙魔大战之时，不少仙府子民被掳去魔域，下落不明。弟子斗胆恳请师祖，倘若在魔域遇到他们的时候，请为他们在魔域建造一个庇护之所。我本无意回到这里，可终究还是落得此等地步。这并非是师祖的错。当年仙魔屏障无故被人摧毁，您沉睡之后，魔主又盯上了我们仙府的地盘，才会这样生灵涂炭的。师祖，您这是将仙魔屏障修复好了？看来师祖并非像传闻那样刻薄。师祖娘娘亲善随和，不喜杀生，师祖因她才有了变化。可惜命运弄人啊。